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。我是喜丹3季以来咖位最小的开场嘉宾。但我没有那么自卑啊，因为毕竟不是名次最差的。今年没有参赛，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忙。前段时间我求婚了。不用开心的太早，没说结果呢。没有失败。我是特别挑了他在看完自己最喜欢的五月天之后和他求的婚。你们懂这个含金量吗？他看完了阿信，选择嫁给我。这不参赛还有一个原因，就今年确实在节目里面有别的身份，当官了，总编剧。手里也是有点小小的权利。现在给黑灯发微信，他得回收到。有段时间有点膨胀了，第一赛段那会儿很膨胀，跟节目组说，这5个选手，我非常看好，你们给我关照一下。就这5个选手，现在已经淘汰3个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。我们节目第一赛段淘汰率只有20%，在我这60%，导致这些演员就对我态度很复杂。一方面呢想找我改稿，另一方面呢怕被我看好。现在节目组已经禁止我看好任何选手了，说我动摇军心，说如果我实在憋不住的话，可以去把黑灯眼睛看好。去年比赛比得有点太焦虑了，所以我今年一开始就决定了今年不参赛。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就更焦虑了。年初那段时间甚至想过要不要去算个命，但我身边这些脱口秀演员都太不靠谱了。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给人算命，另外一个演员找他算今年的运势。你说一般人算命算运势，哪怕算的不好，最多也是什么诸事不顺，最严重也就血光之灾。他给人算的结果是，你今年必死。太夸张了。但大家也不要替我那个演员朋友担心了，没事的，我们单口演员心态很好。他在知道自己必死之后，他还心态很好，还能问呢，那明年呢？太焦虑了，所以很开心能当总编剧，这个工作治愈了我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拥有过这么体面的称呼，总编剧。我小时候的外号是刘大头，长大后上了节目，大家喊我胖子门窗，从来没人喊过我什么总什么，从来没有，都没人喊过我刘总。我只听别人说过别总，别总发朋友圈。所以当总编剧很开心，因为当总编剧能被人感谢，我很喜欢被人感谢，我也很喜欢感谢别人。就像我也特别感谢咱们的总冠名淘宝闪购。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我感谢；配送快，我感谢；品质高，我感谢。我对淘宝闪购态度就这样，永远只有感谢，除非你让我卸载，那我不感谢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不是一般的总编剧，我是脱口秀节目历史上最喜欢提自己是总编剧的总编剧。这就太焦虑了，我很害怕自己因为不上节目，大家就会觉得我这之前的表现都只是昙花一现。好像人一旦成功了一点点，就害怕自己是昙花一现，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昙花。昙花一般在6到10月开放，一般在夜间比较活跃。我不焦虑了，我确认了，我就是昙花一现。而且好像我们脱演员真的很像昙花，你想想，我们努力准备1年，希望在夏天惊艳所有人，然后到了夏天发现所有人都去看世界杯了。每天在想呢，谁会是今年最大的黑马呀？目前是佛的脚。身边所有人都被这种昙花一现的压力给包裹着，都有点病态了。就比如说我好朋友大宅，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病态的努力。去年夺完冠，
今年还来参赛，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今年还想备赛喜人。活出去了。我觉得他今年可能不是脱口秀第一人，但一定是脱口秀第一驴，真的。我就有点心疼他了，我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明明差不多。为什么要活得比我累这么多呢？但我看到你们反应了，我知道有的条件还是不太一样，外貌上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，所以我有对象他没有嘛，然后很害怕自己昙花一现之后的结局，我被这个压力压得喘不过气，我就经常找我的朋友倾诉，我说为什么人在自己没成功的时候会焦虑，但是人成功之后又会焦虑自己是昙花一现？为什么我今年当了总编剧，好像还赚了很多钱，但我就是不快乐呢？我朋友说你今年必死，我说那明年呢？那我仔细想想，好像昙花一现之后，它的后果就是必死。那结局呢？昙花一现，然后凋谢，然后落到泥土当中，然后慢慢的变成养分，然后去滋养新的昙花，去帮它们长出更多的梗。不焦虑了，昙花一现后，我还可以当总编剧。所以我很开心，今天节目组邀请我回来演这几分钟，当这几分钟的昙花。我给后面的学生打个样，我在这个舞台上短暂的绽放一下，希望大家在此刻可以尽情的欣赏我，因为马上我就要谢了。谢了大家，我是刘仁成。我先谢了，还有很多花要开，我看好他们。哈，大家好，我叫多多，非常开心见到大家。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，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，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，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。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，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，请我吃饭，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。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，我早毕业了。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，25年6月，我已经延毕1年了。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，我专业是电气工程，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，就因为做得慢，都被别人攻克了。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，他没说好，他也没说不好，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。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，是我爸当时跟我说，只要我考上研究生，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。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，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，所以就给了我500。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。500我能干嘛？别人800，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。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，我22岁出去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，出走半生，归来只剩半生。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，我当时在网上搜了，预算500，小众穷游景点推荐，他给我推荐了泸州。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泸州是我家。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，总是拿钱诱惑我，我又总是得不到。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，我给你100块钱。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？我可以考20次。考不上又要说我，他说哎呦，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，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？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，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，没看到，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。我从来没考过100，我最好一次考了98，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，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。你再多对到选择题就有100，我为了零花钱，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，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，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，偷还是不偷呢？这是一道选择题，怎么做才能有100呢？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，
我读研的时候，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问我在干嘛。我说我在玩，他就会批评我；我说我在学习，他就会表扬我。但其实我在玩。我不想被批评，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，这就导致我当时研毕的时候特别尴尬。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？啊，怎么还毕不了业？”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，我喜欢学习，我还想再学一会儿。来，我今年都26岁了，我过年回家，我爸还是会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，他怕我睡回笼觉，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，哎，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，那我真是学不动了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，说这2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，晚上不睡觉，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，拿针扎自己的大腿。我以前觉得好励志，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。我真是接受不了，我要是困了，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，最多扎我爸，让他回自己床上睡。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，我说悬梁刺股这2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，这么努力，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，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，他们会被崩溃呀！啊，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？啊，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，感觉你要学习好，你就得先学会吃苦。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，这个人绝了。他晚上为了学习，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，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。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，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。我在乎，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，哎，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？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。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，就是他爸。每天在窦耳朵面前说：“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啊？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？”他听进去了，他就凿了个洞。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，总感觉有人在看他，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。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，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。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，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，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，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，会焦虑，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，又不能看，看了肯定睡着了。没办法，只能玩手机。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。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，我这玩会儿手机下来把我砸醒，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。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？这不是。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我爸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在干嘛。我说我在躺着。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，你不学会儿习吗？我说学啊，马上就学，已经有灵感了。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。感谢谢谢大家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我是咸鱼，特别开心啊，又能来录制节目。第2轮了，也有问题想问问大家，下个月还烫头吗？很多朋友没发现是吧？我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美式前刺。哎，发型师就是这么说的。但纠结，烫头太贵了，现在随便烫个头管你要个300、500，但不烫不行。我烫头不是臭美，遮丑，遮完还这样，不遮就这样。这边也看啊，咱都有的看啊，都有的看。这2年可不像脱口秀演员，像相扑运动员。本来，哎呦，谢谢，本来没打算烫，我的计划就是剃光戴假发。发型师要赚钱，给我散播焦虑。他说你必须烫，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，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。一个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美式前刺，还有一个也适合你，叫这个梦回大清。他说这第2个也好，但主要啊，你现在在上海发展，
你就美式前刺吧。哪天有机会飘到北京，你再梦回大清就可以了。不为了别的啊，听说故宫不好买票预约，你不用预约。你说你要回家，走员工通道啊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研究生喜剧之后就是大傻子笑话，朋友们。这2年发际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厚，我感觉越来越高，我感觉我这头发这2年跟保安似的，指挥我这发际线，到，后边有个是地儿，到，别到了，到地中海了，发际线越来越高，脑门就越来越大，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，想量我就量了，有多大啊？现在我脱发脱出来的这个脑门已经基本跟我下边这个脸一般大了。没错，上面是11厘米，下边是13厘米。什么概念啊，朋友们？就我这个脑门上，现在能再放一套5官。没错，在座谁有不要的脸吗？有啊。你想，哎，二郎神这就1只眼，我下一步可以跟二郎神同居。没错，我让他住2楼，因为他养宠物啊。没错，哎，草坪还可以遛狗啊，可以遛狗。哎，话说回来，纠结不烫头是为了省钱。这2年钱不好挣，还想挣钱，但钱不好挣，你脑海就闪过邪念，要不啃老。但啃老很有羞耻感，所以我就不啃。骗是不对的，但这是一道选择题。没错，你也不能怪我，主要我们家情况特殊，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，大家有所耳闻，教育大事，注重学习，出生开始，我爸就让我备战高考。什么表现？我爸那个钱啊，从我小时候开始，哪怕1分钱，不会支持孩子一丁点儿娱乐，游戏机、电脑、玩具没见过，但是他愿意无条件支持孩子所有学习和教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12岁6年级左右摸清一个道理，就是你看，其实我们家买什么都行，只要能开文具的发票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家人们？规则怪谈啊，这都属于朋友们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虽然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，我想出去旅游没钱，还是跟我爸说我要考研。哎，别，听我解释，朋友们，我知道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管家长要钱，但我觉着啊，我这个还是好过硬要，因为我这个起码算交易，没错，交易。你看，我爸是提供了经济支持，我也付出了呀。我付出了情绪价值。我爸一直想要一个高学历的孩子，我没有这个智力，但我有这份孝心呐。我说的对吗，家人们？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都没。太感人了。哇，太感人！二郎神听完流下了3行眼泪。不瞒大家说啊，节目上线之前，我爸应该一直认为我的学历是博士后。我爸也不认为我是 Joker， 他觉得我的作品都刊登在 Nature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他给我钱让我读万卷书，我拿钱去行万里路，1份钱家里2个人高兴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我跟大家很多朋友一样，跟妈妈亲，但这2年我跟我爸越来越亲，我们俩现在亲如父子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哪怕你听到这儿啊，你还是属于哎呀坏。听我解释，朋友们，这也不是我研究的，我呀跟电视上学的。小时候电视上有个广告真坏，专门教小孩怎么啃老。哎，我就啃个爸爸妈妈，他直接啃爷爷奶奶呀。那广告怎么演的？我说我长大了想当太空人，爷爷奶奶可高兴了，
给我买我爱吃的喜什么郎果冻。他想当太空人吗？他们就想吃果冻，我听得懂长什么吧？当然了，话说回来啊，我这么做也不全是因为广告的教育，也离不开我爷爷的教导。从我高中开始，我爷爷就老拿我爸爸的事迹鼓励我，说你要向你爸多学习，他是咱们村当年第1个大学生。不瞒大家说，我爸是中专生。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，我爷爷是告诉我，我爸懂我，我爸就是大学生，而我是博士后。就讲到这儿，下课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主任。大家也听完研究生单口了，也听完大傻的单口。我给你们讲一点你们没听过的，给你们讲一讲我们村里最大规模的活动——葬礼。我们村的文化就6个字：死了得有动静。就是葬礼办得越大越好嘛，尤其是那种顶级规格的葬礼，它还有着门槛的，条件老高了。第1条得长寿，如果能活到100，那是喜丧。董同宇给我们全村人开了个嘉年华，那是唯一能把年轻人从线上拉到线下的活动，请假都得来到现场，跟喜蛋一样。第2条得是个全乎人，就大家知道什么是全乎人吗？有一次有个观众说父母双全，我说哥们儿，他都100了，是儿女双全，最好还得是有编的。俺们全村可都是山东人啊。岁数加上子女的数量等同于酒席上菜的数量。80岁18道菜，100岁满汉全席。我有个邻居今年100了，5个孩子全有编。现在我们全村人都在盼着他死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们乐成这样，你们道德沦丧的也不少啊。我真参加过一次那种顶级规格的葬礼，那现场人山人海。普通葬礼的花圈它是个位数，那天的葬礼花圈它是3位数。早晨300块钱一个买来，晚上回收5块。如果下一个葬礼离得近你都能看到花圈走穴。你们谁见过葬礼上送 LED 大拱门的吗？上面是鬼弄的字幕，两边柱子上摆着鲜花，在马路上一字排开。俺们在底下走，哎呀妈呀，老漂亮了啊！我火了以后，有的观众说：“姐姐要走花路啊。”我说走过。普通葬礼的唢呐队就一伙，就南瓜他爸吹的那种那天葬礼是5伙，还在村里搭上5个大鼓舞台，供唢呐队在上面唱歌跳舞的表演，再加上现场的鲜花、花圈、LED 大拱门，天堂音乐节，死亡摇滚。你想想也对，你看花圈上它有2手玫瑰，唢呐队还较上劲儿了，打开 PK 了。就是他们跟我们说脱口秀一样，最怕眼凉了。为了展示孝心，他们还请气氛组，就是花钱请人替哭，就是价格吧，也跟我没火之前一样，10分钟200，但他比我挣得多他一晚能演几10场，真是哭挣钱那评片的标准由谁来定呢？它是由我们村操持白事的大总管，由他根据这家人在葬礼上花钱多少，来评定这家人的孝顺等级，我们叫做大总点评。就是花钱越多，好评越多。
你说你要那么多好评有什么用？自己又看不到蕊泡。就是活人演戏给活人看嘛。主角不应该是躺着的那个吗？谁家主角的杀青才开机的？我觉得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潮吧，就是250。你说一辈子了，考研、考编、生儿育女，就为了最后燃一把，风光大葬，真正的向死而生。对于这种陋习啊，说实话，我挺渴望的。我要想办一个史无前例的葬礼，我就得办跟史无前例，我就得办跟他们不一样的。你看他们的葬礼上有唢呐队，有乐队啊，有歌舞，就是没有脱口秀。我以后的葬礼就要办成脱口秀比赛。喜丧之喜剧之王单口记。大总管咱就请庞博，能不能接到冠名，就靠你们各位了啊！就靠你们的关注和点赞了啊！其实我最期待的环节是复活赛，我给他们来个诈尸返场，谁淘汰我就带走谁。我让你打老人。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好好的保养身体，活到100岁。你们也要好好的，到时候都来啊！放心，不让你们随礼啊！你说赞助的钱我又带不走1分，我到时候都给你们分了。你们回去就给我写蕊泡，这个葬礼我给他薅。我要想做到山东最夯的坟头，我的墓碑上还缺5个大字：喜单3冠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啊。那个减肥确实容易反弹啊。我在上海，平时在上海沪漂6年了，现在老家那帮朋友基本上现在都不联系了，上海这边也没朋友。之前跟那个黑灯关系特别好，这自从上完节目之后，慢慢的就疏远了。前2天还一起喝咖啡呢，这明明都熟悉的咖啡厅，熟悉的人，这怎么喝着喝着咖啡的味道都变了？是咖位不一样了。在上海确实也找不到对象，找对象很难啊。之前有朋友给我推荐什么社交软件，叫什么听腾什么恋啊。我听这名字不错，下载填什么个人信息，个性前面个人资料 MBT， 填了半个小时，最后一步中专学历不让注册。我当时我就破防了，你知道为啥？我们中专生配不上叫青藤啊，人家青藤都是大学生，自信张扬，我们中专生没文化，傻傻的，那我们是什么藤呀？是酷酷的藤哈。在上海确实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孤零零的，我很想回我陕西农村的老家了。在上海大家太卷了，我一个农村人现在天天也喝咖啡啊。甚至上次回村里是怕村里没有，还带了几包回去啊，回去1包都没喝，村里用不上，困了累了直接睡觉哈。在村里还是挺惬意的，你甚至刷那个小某书跟大城市也不一样。你在大城市刷到的都是什么成功自律，回到村里刷的都是什么田园生活。根本刷不到什么精致的生活，一天种草这种草那的，村里的草拔都拔不完啊！你甚至附近也没有几个创作者，没有几个人发，刷来刷去，刷到最多的竟然是我爸。因为我上节目，我爸现在也玩这个，他是在村里吹唢呐的，他现在天天在小某书里面发白事，我去，都发成小白书了。我说爸，你别发了，人家年轻人不喜欢看你这个。我爸说那他们平时都看什么呀？我说人看都社交、音乐、美食、躺平。我爸说这些白事里面都有啊。大家就在吃着美食、听着音乐，在那社交，旁边还有人躺平了。
农村的生活很美好，每次回到老家都想多待几天啊。我妈受不了，一回去她压力就大，多待几天。我妈说：“你赶紧走吧，村里那些人都说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。那咱们村就没有年轻，你在村里让人笑话。”我说他们就嫉妒你，他们就是酸，他们孩子没在身边，一天就贬低我来安慰自己。他们要这样，那我哪天得报复一下了。我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，人最多的时候，端出一盆热水，我说妈妈洗脚。妈，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呀！这么多年辛苦了，母亲。你如雪的幸福，一身要强的妈。现在这个干拔一下，干拔一下。就我妈真的是，她压力挺大的，因为村里那些她不光说我在外面混不下去，还说我找不到对象。我妈是在村里开小卖部的，门口每天坐满了大妈。我妈说那些大妈知道我没对象，天天在门口笑话她。我说我天天笑，他们光笑也不买票嘛，他们太烦，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从早上吐槽到晚上，他们全职脱口秀演员。他们比我们这些人秀多了，他们甚至就叫秀菊、秀英、秀梅、秀萍。你根本就阻止不了他们哈，因为 The show must go on 哈。我妈也是为我操碎了心啊，前段时间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，是她朋友的女儿，让我加微信。人家也是礼貌性的就加了一下，聊了2句，她就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先不说了，我去吃饭了。”我说：“行，祝您用餐愉快哈。”我妈还不停地问：“儿子聊得怎么样？儿子聊得怎么样？给我说说，给我说说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人家先不说了，人家去吃饭了。”我妈还说：“哎呦，真是个好姑娘呀，吃饭的时候不玩手机哈。”人家就是不想理我了，30岁了没谈过对象，现在我也不会跟女生说话。我妈很着急，她说：“你得多跟女生接触呀，你得主动一点，你得打电话发消息，你得主动一点呀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这么多年主动的还少吗？”她说：“那他们怎么评价你的？”我说：“热情礼貌，风雨无阻哈。”还有放门口吧哈。农村结婚很快的，像30岁，周围同学发小全都结婚了，甚至有孩子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我上次参加他们婚礼，他们有个说法我特别不喜欢，他说我们都结婚了，都交卷了，你啥时候交卷呀？我说这结了婚就能算交卷吗？那咱同学都有2婚的，那他们还能重考试吗？结了婚事还多着呢，交卷我觉得人去世之后才能算交卷啊。我爸是吹唢呐的，也算是大家的下课铃声了哈。每次回到老家没啥事，我都会跟我爸去考场上逛一逛哈。那确实像交卷现场，白纸黑字的悼词就像答题卡，上面写着姓名，写满了一生的答案，都写的是在生活中与人为善，邻里和睦；在工作中恪尽职守，永远是大家的良师益友。我去了好几个，全都是一样的答案，一个抄一个，我都感觉是同一个人在反复去世，从来没有哪个人墓碑上刻着喜单3总冠军。我觉得就应该这样，每个人就是不要去抄别人的答案，对吧？人就活一次，答案这种事情不应该自己来写吗？南瓜，赵老先生，他这一生热情礼貌，风雨无阻，准时送达，他天天给人挂门上啊。今天终于给自己挂墙上了，你们带的东西就放门口吧。先不说了，你们都去吃饭吧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还有最后一句，我先躺平了，明年记得来我这里续火花哦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季鹏啊。这个美式前刺已经整不了了啊，早就梦回大清了啊。哎呀，还有进一步梦回大明的趋势啊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跟这帮脱口秀演员不一样啊，我有正经工作。
我是一个3甲中医院的中医。很少见，很少见哈。就是你平时见我还得花20块钱呢，我今天还得逗你乐。你见过大夫逗你乐吗？大夫逗你乐，你敢乐吗？我更不敢逗你，对不对？我拿过你检查结果，哎我去，啥事儿没有。这都容易让打成病人啊。中医特别好。我认为啊，中医在整个医疗系统里头，那是最好的岗位，最起码中医安全。我们科没有医闹，你啥时候见我们科来个患者一脚踹开门，那大夫出来，这吃了欺负药了，这一点也不见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一句话就解决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不跟你说吃药不能生气吗？你这人你白吃，再来欺负，让他面带微笑的喝啊，一边唱歌一边喝，感恩的心啊。哎呀，我这都开玩笑的啊。其实我发现大家对中医误解特别严重，是吧？这也很正常，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影视剧里了解的中医啊，尤其那个清宫剧。那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，就干3件事儿：第一就保胎，啊；第二就下毒，啊；第三假装保胎，实际下毒。80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，没正经治一个病。这个其实也不怪你们啊，就是因为有些中医自己这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。中医科普那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。我针灸科的，我经常科普。我那患者每次拔完罐，总有那患者问我：“哎呀，大夫，这罐起完以后，这底下全是水，是不是把我湿气都拔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那就是酒精燃烧产生的水和二氧化碳。”再也没跟我说过话。我认识一些迷信的中医，就包括我那正骨的师傅。我那正骨师傅水平很高啊，正骨都见过吧？这网上有那视频，抱着你头治颈椎病啊，放松放松放松，干嘛呀？特别神奇啊！有时候一掰完以后，这患者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活着呢，活着呢，就是他一下就好啊，就没有烦恼。哎，我那师傅水平很高，就是这个迷信。哎呀，他那小诊室里头那神像都摆满了，这是扁鹊，这是华佗，这是孙思邈，财神。对，再来欺负我也是钱啊，能摆的地方都摆上，电脑屏幕专门调一个那个史蒂夫·乔布斯的黑白照片，他没事也拜。我说中医拜乔布斯，病人来了瞧不好也瞧不死，是吧？也很费解呀。我问过，我说师傅，咱们拜乔布斯干什么呀？他说你想啊，咱是治颈椎病的。没人乔布斯发明这个智能手机，能有这么多患者吗？是吧？我说也有道理，我跟人也拜。我说 AR 眼镜赶紧停产吧，扎克伯格非死不可，是吧？美好的愿景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说，大家对中医其实误解很严重啊，总是在神化这个中医，是吧？搞得很神秘。我经常碰这种情况，只要我跟人一介绍我是中医，这位动作特别统一，一捋袖子，会号脉吗？我说我针灸科会放血，哈，那就算了。为什么一说中医就想起号脉呀？那为什么望闻问切最后一步才是号脉呀？号脉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神奇，它就是寒热虚实确定一个大方向，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仨指头往这儿一放，全身 CT 没有。我经常在网上看有人神话这个号脉，我看我都有点尴尬。就有小某书上有那种帖子说特悬，说他那中医有多么准，一给他号脉他就没有隐私了，看过吧？说他那中医号脉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爱熬夜？是不是爱生气？是不是爱喝凉的东西？哎呀，大夫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干脆问他是不是在上海上班不得了吧？上海上班能不熬夜？熬了夜能不生气？第二天能不来个冰美式吗？那热美式跟中药有什么区别？那还用中医给你号脉？那足疗给你捏脚也捏出来了，是吧？熬夜。这个我说这话有根据，是吧？这咖啡绝对中药，
对吧？咖啡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就跟中药如出一辙，对吧？1份粉，3份水，煎成2碗。咖啡也就进入中国晚，早400年都得写《本草纲目》上去。多合适啊！咖啡果提神醒脑、利尿通便、人畜两用。哎呀，那要真那样好了，李时珍高兴坏了。咖啡写《本草纲目》里，当时多40多个方子，对吧？橙 C 美式，生椰拿铁。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中医啊，尽量去3甲中医院看中医。哎，瞧好不一定，肯定瞧不死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金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帆不凡，鼓掌吗？嘿嘿。对，是个残疾人啊，大家也不用紧张，反正上一轮手也这样啊。对，上一轮半夜挑战黑灯，挑灯夜战。我这个手是先天的畸形啊，然后右手只有3根手指头能用啊。现在讲脱口秀压力太大了。因为残疾人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，黑灯、小佳，我还有，我一个手都数不过来了。千军万马过无障碍通道，这个左手指关节是伸不开的，然后腕关节也是固定的，只能这么勾着啊。就这么说吧，我这个手一旦勾到什么东西啊，我自己是松不开的。我有一次坐着看电视无聊，摸了一下我的脚，勾住了。他俩在那手足相残，但脚也很委屈，毕竟是手先动的手。我每次认识新朋友破冰，都要像现在这样聊聊我这个手，所以我这个手又叫馊手。生活会有一些影响，比如我平时赶看外卖都是公共交通啊，就有人问我你能骑电动车吗？能骑，用不了刹车。我就得用这个手勾一下，是吧？那个车头就会晃，就我骑车上路啊，就会有一种真的会有人上路的感觉。咱也不知道会是谁，但是陈奕迅说过，成千上万个路口，他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啊。打车很怕打到那种隐藏式门把手，打不开。有一次在那按了得有半分钟，按着按着，司机突然说：“你玩够了没有？”他下车看着我这个手这样，他也不知道说啥了，他一直盯着我的手看。我说：“你看够了没有？”现在打车都要先引起司机的注意，跑到主驾驶，让他看到我的手。他摇下窗户说：“不是我压的啊。”当然一般都会下车给我开门，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，因为他有的时候甚至想给我抱上车，给我吃的，给我喝的。我感觉他不是车主，是失主。给我瓶水，打不开。当然了，我这个手也有好处啊，我就不用怕那种乞讨的。我之前在火车站坐着候车，有个人突然在我手上戴了个手串，我一抬头举了个牌子，写着“聋哑人爱心助残”，他就伸手问我要钱，我也把手伸了出来。他看见我的手，赶紧去摘那个手串，摘不掉，勾住了。然后他就急了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过聋哑人为自己发声啊？他说：“你松开。”我还给他治好了。我这个手可真是妙手回春啊！但说实话，朋友们，作为一个真残疾人，遇到这种假的，我有义务教教他如何乞讨。当时我就躺地上了，正准备勾他的脚，他撒腿就跑。行，这次讹了个手串。当然我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啊，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啊，对，我是学计算机的啊，对，我打字很快，我是这么打字，这样。就朋友看我打字说，总感觉你的键盘很 Q 弹，感觉你在手打牛肉丸。但刚上大学的时候打字很慢，而且学的也不快。还好我室友人都很好，他们为了让我多练习啊，
总把他们的作业让给我写，跟我说你手不方便，打游戏就不带你了。有时候也带我玩啊，但是那个电脑游戏的 WASD 啊，我只能按那个 W， 一直往前，送死，就复活就冲锋，冲锋就送死。我室友就生气，他说你不要老按一个键呀。我说那咋了 ？W 就是个死啊。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程序员就辞职了，因为我觉得上班没意思。你们觉得上班有意思吗？没有哈，今晚听完咱就辞职啊。上班没意思就辞职了，折腾了1年多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你瞎折腾啥？你一个残疾人不安稳点？”我说：“那咋了？大不了我就去乞讨，反正我有经验。”确实折腾1年多，啥也没干成，就来讲脱口秀啊。我发现脱口秀比程序员简单啊。哦，原来残疾人最终的归宿还得是以卖艺为生啊。现在讲脱口秀1年多啊，认识了一些演员朋友。就脱口秀演员是什么货色，大家应该知道啊。围观我打字，让我给他点烟，带我去看恐怖片，想看老子怎么捂眼睛。我看到恐怖的地方，直接用手勾住他的眼睛，他是真吓坏了，忘了这是谁的手了。听说我身份证之前没录指纹，跟我说帆哥你适合去犯罪。我犯什么罪？我刀都提不起来。他说指纹很重要，可以通过指纹锁定你这个人。我说你不通过指纹也能锁定我这个人。我到时候查的不是指纹，是爪纹。案发现场发现霸王龙来过。现在讲脱口秀，也有人跟我说，你一个残疾人，你得安稳安稳。我说，反正生活只让我按一个键，那我就一直往前，对吧？反正成千上万个路口 ，W 就是我先走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分享一下去年的一些事儿啊，朋友们，我去年应该有朋友知道我得了个小病，这儿做了个小手术，甲状腺癌，但是已经好了，不要紧张啊。所以今天我不是要给你们讲这个病，我主要给你们讲一下投资。因为我几年前给我自己买了一份保险，我这个病它能赔16万。16万什么概念？那是16个 W 啊！可以说是得之我幸。我确诊当天，我在那个诊室里面。我都不敢笑出声来，老子把那个嘴巴都咬烂了，真的。在那个诊室里面，我没有恐惧，只有贪婪。跟医生聊完过后，我才敢仰天大笑出门去。那个医生追在我后面说：“你不要疯啊，医得好啊。”我当时在心里面盘算了一下，我说16万啊，16万，我交完手术费、住院费、杂七杂八这个费那个费，我加上亲朋好友给我的红包。我到手还能剩16万。当时医生就问我说：“他说你要住普通病房还是高端病房？普通病房要等。”我说：“等什么等？我们有钱人时间很宝贵的。”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能在全中国消费最高的城市上海，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：办卡。我那天去办住院卡的路上啊，上海的天气都很好，空气也很香甜，我心情好，一路走一路唱，我说夕阳照着我的甲状腺，甲状腺，保险赔我16万，16万。当时医生跟我说，他说你住5天你就可以出院了。我说5天，根本就不够老子消费的，整个住院部的葡萄糖我都可以本人买单。医生当时跟我说，他说高端病房3800一天。我说那咋了？3800又咋了？亲朋好友来看我，那个病房我都可以请他住2天。你别说2天了，我住他2个月又能怎么样嘛？我一算22万8，不够。但我确实最感谢的人就是5年前我那个保险代理人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我是在一个末班地铁上碰见他的。那天那个地铁上空空荡荡，他刚好就坐在我的对面，而且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我们俩看起来都很疲惫，而且同时叹了口气，好有宿命感啊。结果下一秒钟他就开始给我推荐保险，他说他1个月没开单了啊，他就开始劝我，他说你虽然现在一无所有，但你到了30啊，那不一定，那就有病了。而且越重的人越危险，你就应该买一份重疾险。而且像我们这种穷人就应该富贵险中求。他好燃呐！但我一句好话都没听到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他说的话里面，我听到了一种人生未来的希望。我当时被他那个幽默已经冲昏头脑了，我直接把那个保险买了，一买就交了5年。当天那个地铁可以说是呼啸而过，我到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我已经站在了风口上了。办完了住院，我就开始准备理赔了。我美滋滋的点开我那个保险 app， 上面显示了4个大字：保单失效。我当时跟你们反应一模一样，我说什么意思啊？失效应该就是有效的意思吧？我那个保单已经变成灰色了，我感觉那个癌细胞扩散到手机里了。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错过了交费时间，保单已经失效半年了。我说失效就是有效的意思吧？他说好笑。我那个保险代理人他也转行去干别的了，根本没人提醒我交费。老子当时在那个高端病房的走廊上，我像那个疯了的可云。我说保单，我的保单。喊过来2个保安，我心想你们来的也太是时候了，快点把我抬到那个普通病房去。我去查了一下，我去年最后交费的期限刚好就是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决赛现场，我就在这个舞台上录制，老子穿个裙子，我心里只有喜单没有保单，我哪里顾得上保险？我连保险裤我都没穿。我朋友后来问我说：“你那天到底干啥去了？怎么能没买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搞笑去了。”而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不是那个保险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高端病房，它高端就高端在它安静，整个住院期间不允许任何亲朋好友来探视。我保单没赔上就算了，老子红包也没收到。你把人给我拦在外面，我可以理解，你把红包给我塞进来啊，你货币给我流通进来啊，你医生不要我要啊。我手术当天做完的，全麻是第2天醒过来，我真的天都塌了，我那个线上转账也变成灰色了，光是超过24小时自动退还的都有5笔。3800一天的那个高端病房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节约。我说要不然给我少打2袋葡萄糖吧。我跟你们说真的，我把我带去的所有衣服在那个病房里我都洗完了。本来让我住5天，我第3天就想走了，我衣服都晾干了。那个医生说你脖子这儿这个伤口应该还要再养一养吧。我说我吗？我已经好了。不信你看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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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出院过后，把我没有交保险的这个事情发了个朋友圈，好多人给我点赞啊。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给我点赞，因为他真的很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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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后来转行，他去讲脱口秀去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保险代理人叫王月。在5年前的那辆末班地铁上，他看着对面车窗里的自己，1个月没开单了，马上就要被开除了，感觉人生快完了。他一咬牙，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。他肯定没有想到过人生无常，当年那份保险不是他最成功的投资，他最成功的投资是他拿着那笔佣金，去给自己报名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。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些培训资料网上就有。那天地铁到站了，卖保险的那个王月一直留在了那扇车窗里面，而我下车了，走到了这里，
跟大家说，买保险一定要记得连着交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王月，谢谢。嗨，朋友们晚上好，我叫海宇，感谢大家。很多朋友都不认识我，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名字叫海宇，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，各位听过这个地方吗？感谢，我需要强调一下，小时候我们的藏区确实教育条件很差，当然现在变好了，但小时候呢，我们有国家政策的扶持，像我当年高考就有加分政策，我很幸运，给我加了50分。感谢感谢，当时就考上了一个大专。我能从你们的笑声中感觉到2个字：浪费。我自己也很崩溃，因为我不加也能上的。我知道这一切很丢脸，但不怕大家笑话我，我真的，我上了大专才意识到这很丢脸。因为在我遥远的甘孜藏区老家，我有6个最好的藏族兄弟，我们都加了50分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专，他们连大专都没考上。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，怎么可能怀疑自己是学渣？你只会觉得自己是文曲星下凡。除非那天我们7个兄弟一块看的，我作为我们7个兄弟里面唯一的一个状元，被他们围在中间，轮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他们看我的表情都有光，眼神充满崇拜，说：“海宇，你是天才，你太聪明了。”他们夸我那个话我都听不懂。你这个知识文化水平，海宇真的，你放在古代，怎么着你都算一个文人黑客。我说古代应该是没有黑客。接着夸说：“海宇，但是你很聪明啊，你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很好。我一直很想问你，哎，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呀？”我听进去了。读大专第1天，3个室友把我围在中间，什么你加了50分，就来这儿啊？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？不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当时围着我就开始讨论一个话题，叫“假如把这50分加给我”。我心想，你都假如了，你假如个大的好不好啊？给你加满算了，750分怎么样啊？别人高考像赛跑，你高考直接开始开车，开到加油站还问你，哎，你加98还是95？你说我加985。我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了，所以当时读完3年大专以后，我准备开始全职讲笑话。我那6个藏族发小知道了以后极力反对，说：“海宇，你这样对得起你学过的知识吗？你一个学霸，就应该回老家教书。”他们说，钱学森注定是要研究导弹的，帽子扣得太大了。我想，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更要讲脱口秀了，因为我跟钱学森一样，我们都是为了炸。然后他们建议我去考公务员，说我这么聪明，原话说：“海宇，你去考，北京的可能有一点点困难。”但咱们生活的城市成都随便考，我又听进去了。当年去考试，说实话，那些题我一道题我都看不懂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自信。每次只要一思考，脑袋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小天才。”啊，不对，6个声音，阿卡贝拉环绕式的夸我。
结果当然是没有考上。我还好能接受。6个藏族发小崩溃了，说可恶，竟然连你也做不到吗？太中二了。我说我考的公务员还是2次元啊？他们说可惜了，海宇，早知道你就应该报考甘孜州的，考咱们甘孜州你肯定考上。我报的就是甘孜州的。他们真心为我感到遗憾，在我们7个人的微信群发一条消息，真的我都羞耻。发的原话说：“草原雄鹰跌落神坛。”我知道自己飞不起来，因为当时我在一个211学校打篮球，认识一帮好朋友，我已经开始产生那种被比较的学历焦虑。他们人很好，他们以为我也是他们学校的，跟我说的话越真诚越伤害我。海宇，好焦虑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学这4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真的这4年，哎呀，你都想象不到我大学这4年，一直强调4年。我一个大专生，我本来就敏感，但我真的很自卑，不好意思承认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对呀，我也过得浑浑噩噩的，我感觉就过了3年。没想到他们还把这个话茬往下接，说对呀，海宇，你说咱们这4年什么都没学到，不如去对面读那个大专呢。我有点敏感，我感觉他们在点我，因为他们说：“哎，听说了吗，海宇？对面大专有一个学生，听说是加分才考上的，老家也很特别，说他来自甘孜，就是在点我，因为他们第3个问题，你老家哪里的？”我这个人面对我不想回答的问题，我就会本能的开始装傻。他们当时问我：“海宇，你老家哪里的？”我说：“哪里。”你们能听出来，我想讲的就是每个人都很优秀，马上相对的，就看你处在哪个环境。我把这个发现命名为高原相对论。我属于是甘孜州爱因斯坦，因为我身边的藏族发小就很简单，其中一个。他身上有那种简单的力量，他从8岁开始，他就决定好，他这辈子一定要当一个网管，又能打游戏又能赚钱。他说网管非常轻松，不管多刁钻的问题，2句话直接解决。重新启动一下，换一台不就好了？不要小看。我最近也在比赛，我很焦虑，我害怕被淘汰。他的网管思维就可以治愈我，说海宇没事儿，大不了咱们明年重新试一试，实在不行换一个平台。我喜欢，简单，不像我211打球认识那个朋友，复杂。他跟我说他从小就很焦虑，他爸妈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，然后跟他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。我说你学的什么？他说马术、攀岩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过着一样的童年，而且我们那边的起跑线不收费。他说什么老师这么好不收费？大自然。他不认可，跟我说怎么可能呢？你这说的太乌托邦了。难道你就不焦虑吗？啊，不内卷吗？不焦虑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说，反正据我观察，焦虑的人喜欢去我们那儿，对吧？好像被比较，怎么都逃不开，你怎么都会焦虑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们有的人跟我一样，也经常感觉自己在大城市像一只笨鸟，你就先飞，先飞到成都，因为直飞到不了。然后你租个车，自驾318，终点目的地你就设置在四川省，
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仙水东路6号3楼尼洽网咖。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那边有6个神医。你到那什么都不用做，看着他们自信一点，说出一句话就可以。老子没加分，上了本科。6个神医直接簇拥上来，围着你。新的雄鹰出现了。谢谢你们，我是海宇，谢谢。